环环长沙一勋一德，天子仇我专征南国。公遂辞归，临宠不特，孰谓私心而尽可得。这首诗的作者是陶渊明，他的开篇第一句环环长沙指的就是陶渊明的曾祖，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位主人公，东晋时期的长沙郡公陶侃。陶渊明在文学史上可谓是大名鼎鼎，而陶侃在整个东晋一朝要更加的功勋卓著。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照东南的节目，这是漫聊五湖十六国的第9集，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在那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年代出身不高的陶侃成功逆袭，进入了上流社会，并且在京师被攻占，皇帝遭到挟持的危难时刻力挽狂澜，和温峤、庾亮、西涧等人一起平定了苏峻之乱。整个过程并非是三言两语这么简单，官军在对抗叛军的过程中也是费了很大的劲儿。那么今天咱们就来围绕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，详细的聊一聊陶侃平乱。在上一集咱们说到，苏峻的叛军进入建康，掌握了朝政大权，挟持了当时只有几岁大的晋成帝司马衍。挑起这场祸乱的国舅庾亮逃出建康，跑到了浔阳，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，来投奔他的好朋友温峤。温峤字太真，太原郡祁县人。温峤可以说是南来北人当中的一个特例。在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之中，温峤没有家族势力可以依靠，之所以能够迅速在朝中占有一席之地，更多的是依靠他自身的品格和才干。王导、陶侃、庾亮、温峤、西涧这几位东晋的第一代大佬，这里边庾亮的名声应该是最差的。逼反苏峻是庾亮政治生涯的最大败笔。这还没完，后面虽然没有再引起比苏峻更大的祸乱，但是仍然是坑人不断，毁人不倦。同样是东晋中兴名臣，温峤要比庾亮更受推崇，忠勇果敢，光明磊落。最关键的是数次挽救东晋于危亡之中。那么这一次听说建康已经被苏峻攻破，温峤是悲痛不已，有心杀贼，可惜无力回天。他这个江州刺史手上满打满算一共7000人马，再加上庾亮早先有令，不可越雷池一步，温峤只能在浔阳干着急。没过2天，温峤见到了已经被打成光杆司令的庾亮。俩人一见面，庾亮宣太后诏，以温峤为骠骑将军，开府一通三司，还推举他当讨伐苏峻的盟主。但是温峤认为眼下应该以剿灭苏峻为第一要务，怎么能还没立功就先拜官呢？于是坚决不受，分一部分兵给庾亮，反过来推庾亮为盟主。温峤的堂弟温冲这时候在一旁建议说，征西大将军陶侃兵精粮足，应该共同推举他来当这个盟主。温峤很听人劝，觉得小老弟儿说出了自己心中所想，于是呢派人前往荆州，请陶侃东下共赴国难。结果陶侃回话说，吾乃疆场外将，不敢越局，我是一个外人，你们的事儿我不想掺和。其实陶侃心里一直有气，更多层面上是因为当初明帝司马绍死的时候没有安排他当顾命大臣，所以对温峤的邀请直接拒绝。温峤反复劝了几次，陶侃仍然是负气不顾。温峤只好顺着他的脾气回信说，人攻且守，仆当先下，说您暂且守着荆州，我呢先东下去试试水。送信的那个使者刚走了2天，参军毛宝赶回来劝说温峤说，凡举大事当与天下共之，战场上人和是决胜一大关键，眼下不适合和荆州方面有所异同，即便有矛盾，那也是内部矛盾，不能让敌人有所察觉。您应该马上把使者追回来，强调现在必须同舟共济才行。温峤听了毛宝的一番话呢，深以为然，
马上派人追信改书，推举陶侃为盟主。这回陶侃啊，果然同意了，派出都护宫灯领先头部队去和温峤会合。于是温峤呢，拜表上书仪告四方征阵，说贼臣祖约苏峻，同恶相济，用生邪心，天夺其魄，死期将至，潜赴天地，自绝人伦。巴拉巴拉说一通，对外公开宣布已经和陶侃、庾亮约定同心努力，共雪国耻。这檄文啊发布没2天，陶侃那边呢没了动静，并且来信要调走他的先头部队。温峤于是又写信，并且以苏峻杀掉陶侃儿子相激。陶侃的妻子呢也劝说陶侃。最关键的是温峤派来的使者说的话。那使者说什么呢？说苏峻豺狼也，如得遂至，四海虽广，公宁有容足之地乎？这2句话大致的意思啊，是说苏峻是狼子野心，这样的人一旦做大，还能有你陶侃好果子吃吗？最终陶侃下定决心荣服登州，统帅大军星夜兼程赶赴江州，他要会合温峤、庾亮去讨贼平叛。陶侃其人啊，字世行，原本是鄱阳人。他的父亲陶丹是三国时期吴国将领，他的母亲战氏是陶丹的小妾。西晋灭吴之后，他们举家被迁到了庐江郡浔阳县。陶丹早亡，家里面十分的穷苦贫寒。这个战士呢，含辛茹苦，经常纺线换钱，让陶侃求学交友。长大成人以后，这个陶侃在浔阳县谋求了个渔粮吏，就是主管监察一些河渠捕捞鱼虾的那个设施。说有这么一天，陶侃利用职权的便利，拿回家了一坛子腌好的小鱼儿。他的母亲战士看到以后啊，很不高兴，斥责他说：“你不过是个小吏，拿着公家的东西给我，这些不但对我没好处，反而会让我担忧。”说完呢，就封好了坛子，又退了回去。又有一次啊，说鄱阳的孝廉范奎半路上寄宿到了陶侃的家里。当时呢，天上正下着大雪，屋子里边很冷。陶母为了款待范奎，悄悄剪掉自己的长发，换来韭菜，砍掉一半的屋柱，烧火取暖，拆掉自己的草席，做草料去喂马。那么范奎听说了以后，十分的过意不去，叹了口气，说了句：“非慈母不生此子。”第二天呢，范奎一行离去，陶侃给范奎送行，一直送了100里开外。这个范奎呢，就问陶侃说：“卿欲仕郡乎？你是不是想当官呀？”那陶侃呢回答说：“欲之，困于无金耳。”想当官，可是苦于没有门路。不久后呢，经过范奎的大力举荐，庐江太守张奎提拔陶侃当了都邮，外放到了一个县上主政一段时间之后，又升任为主簿。我们说命和运这2个字啊，命是与生俱来改变不了的，运呢是偶然因素，带有变化的。人有的时候啊，遇到对的人，做了对的事儿，短短几年就可能平步青云。这个陶侃呢，就是这种典型。范奎是他人生路上的贵人，而张奎呢，则对他有知遇之恩。有这么一天，张奎的妻子啊生了病，需要到几百里以外去请医生。当时是天寒地冻，谁都不愿意远行，只有陶侃说：“主公就是我的父母，父母生病，怎么能不尽心尽力呢？”于是马上请命前往。对于陶侃的努力，张奎是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后来呢，就找了个机会将其举荐为孝廉。那么陶侃啊，由此就获得了到洛阳求职的这么一个机会。然而在当时权贵云集的京师洛阳，南方士人因为历史原因备受排挤，连陆机、陆云这样的名士也是屡屡不得志。出身寒微，来自偏远州郡的陶侃自然也是姥姥不疼，舅舅也不爱。辗转洛阳，
郁郁不得志。几年以后呢，陶侃被安排到吴港当县令，和太守吕越有矛盾。陶侃呢，索性辞官回到家乡，在郡上当了一名小中正。这是陶侃政治生涯的一次低谷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很可能就这样在家乡平淡的过完一生。哪成想在不久后啊，是八王乱起，天下板荡。荆州益阳蛮民首领张昌聚众叛乱，大量的流民和逃避兵役的丁壮纷纷加入。这个张昌的势力呢，迅速扩大到荆州、江州、徐州、扬州、豫州。历史上把这一段称为叫张昌之乱。新任的荆州刺史刘宏征召陶侃为南蛮长史，以其为先锋进入襄阳平叛。从此陶侃的军事才能得到全面释放。襄阳一战大破张昌，随后陶侃等人又屡次和张昌交战，前后斩敌数万，最终呢平定了这场祸乱。这位刘宏称得上是陶侃的又一位伯乐。随后的陈敏之乱，陶侃以江夏太守、荥阳将军的身份参与平乱，荣正其速，所向必可。永嘉5年，流民领袖杜涛发动叛乱，讨伐杜涛，陶侃表现出色，立下大功，甚至遭到了权臣王敦的猜忌，差点被他杀掉。好在最终呢，只是将他贬逐到了广州去出任刺史。陶侃在广州蛰伏了10年之久，也正是在这个期间，陶侃坚持每天搬砖100块，早起呢从室内搬到室外，晚上再给搬回来。别人问他说为什么搬砖呢？他就回答说：吾方致力中原，故而优异，恐不堪事。大致是说生活如果太安逸，就会消磨人的斗志。10年之后，王敦乱平，晋明帝司马绍将陶侃从广州调到了荆州，取代了琅琊王氏的王叔。自此，陶侃开始在荆州坐镇一方。史书记载他在荆州的任上是终日敛息微坐，捆外多事，谦虚万端，王有遗漏，远近疏疏，莫不守达，笔汗如流，未尝庸滞，引介疏远，门无停客。陶侃这个人做人做事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他经常对人说，应该像圣人大禹那样吸取光阴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吃喝玩乐上面。手下的人们如果是因为喝酒赌博误事，他会直接把酒器赌具扔到江里。要是将校之类的武官，还会皮鞭子蘸凉水，狠狠抽打一顿，以示惩戒。到了过年过节往往会有人送礼，陶侃呢通常都会追问就这些礼物的出处来源。如果是送礼的人自己亲手做的，哪怕很微不足道，他也会十分高兴，回赐呢还会比平常加倍。如果是来路不正，他就会痛骂一番，把礼物全部退还。有一天，陶大将军到周边出游，路上看到一个行人手上拿着一把还没成熟的稻子。这陶侃呢就随便问了一嘴，说你拿这个做什么去啊？那人回答说是因为无聊随便拔来玩的。这陶侃听了以后呢，当下大怒，说你这人自己不种地，却偷拔别人家的稻子当玩物。当下下令对这人是狠狠抽了一顿鞭子。还有一次呢，这个造船的时候剩下了一些碎木屑和竹头，陶侃让人把这些通通都给收集起来，找了地方妥善的存放起来。后来赶上一次雪后出晴，道路泥泞，陶侃就命人把那个碎木屑取出来铺在了地上。再后来呢，还温伐蜀，陶侃攒下的那些竹头全部被用来做成了竹钉，派上了大用场。陶侃的正直节俭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东晋咸和3年的5月陶侃的大军抵达浔阳，一时间谣言四起，浔阳本地的人们纷纷传言说陶侃到了浔阳，庾亮的死期也就到了。陶侃来浔阳第一件事就要行使盟主权力，把庾亮按到地上放血。明面的理由是庾亮祸国殃民，背地里的理由
使陶侃、庾亮一直不对付。消息传开，吓坏了国舅爷庾亮。这玩笑可开大了，他忧虑惶恐，毫无对策。他躲在温峤的船帐后面瑟瑟发抖。于是温峤就劝庾亮说：“陶侃这人啊，我很了解，你必须要亲自当面道歉。我敢保证，只要你放低姿态，看到他离老远就开始摇摆，陶侃必然不会为难于你。”于是等到三个人见了面，庾亮对着陶侃当头就拜。那庾亮毕竟是当朝国舅，享誉天下的一位名士。陶侃见状呢，赶忙制止，说：“怎么能让庾元圭拜我陶氏行啊？”几人寒暄落座。庾亮要坐到下手，陶侃呢就邀请他和自己坐到一起。落座以后，庾亮为逼反了苏峻自责不已，郑重地向陶侃忏悔道歉。两个人本来就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陶侃的为人呢也是向来宽宏大度。为了化解尴尬，他特意调侃说：“君侯你当年修石头城防备老夫，没想到今天反过来向老夫求救了。”庾亮呢是笑而不答。一场欢宴过后，两人冰释前嫌，从前的矛盾就此化解。简单休整过后啊，陶侃、温峤、庾亮统领共计4万大军，经其700余里，向建康方向进发。苏峻本来驻扎在姑蜀，得报之后呢，马上撤回了建康石头城，并很快把小皇帝司马衍也迁入石头城，安排在了一个仓库。那小皇帝啊，当时只有8岁，天上下着大雨，道路泥泞，司马衍是一路掉着眼泪，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。幸好有侍中钟雅、右卫将军刘超这些人啊，不失臣节，昼夜侍卫左右，抽空还教一教小皇帝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。这小皇帝呢，这才稍觉心安。5月下旬，陶侃、温峤的西军抵达建康，暂时驻扎在了建康西南方向长江中的茄子浦。这个时候，建康周边的形势啊，建康东北啊有徐州刺史西涧以京口为基地，据险设垒，对叛军构成一定威胁。建康东南三吴地区，经过王导秘密派人以太后的名义劝说，有会稽内史王叔、吴兴太守于谭、吴国内史蔡模以及庾亮弟弟庾兵等人啊，纷纷起兵，分散苏峻兵力。建康西边的寿春啊，阻约的叛军和苏峻隔江遥相呼应。再就是建康西南大江里边陶侃、温峤的那4万大军。考虑到苏峻的部队擅长在陆地上冲杀，而自己一方的优势呢是擅长水战。抵达茄子浦不久，温峤专门下令说：“3军将士有胆敢上岸者斩。”可是这道军令下达之后没多久，就出了个意外事件，或者叫意外惊喜。前锋大将毛宝偶然探知建康的苏峻在给寿春的阻约输送粮草，规模不小，光是粮食大概就得有1万斛以上。毛宝对手底下士兵说：“兵法有云，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我等岂可坐失良机而不上岸击贼呀？”于是毛宝率领手下1000人擅自出击，一举斩获1万余人，尽数截获了阻约的粮草。阻约的军队呢，本来就缺粮，这下就更难受了。事后温峤对毛宝不但没有降罪，反而奏请升任其为庐江太守。不久以后，西涧率众渡江，来到茄子浦与陶侃、温峤会合。5月的月底，陶侃、温峤兵分2路，陶侃进兵到石头城南秦淮河南岸的扎浦，温峤呢屯扎在扎浦西边一个叫沙洲浦的所在。在石头城城头啊，正在观敌料阵的苏峻看到官军兵马壮盛，不由得脸色凝重，说了句：“我早就知道温峤能得中啊。”就这样，官军叛军双方各自拉开阵势，一场大战即将爆发。并非所有人啊都能像毛宝一样违抗军令，然后全胜而归。国舅爷庾亮就是现成的反面教材。部队在立足未稳之际，
急于立功的庾亮啊，派人去袭击叛军，结果是惨遭失败。庾亮脸上挂不住，干脆呢就让人把自己的符节送到陶侃那里，意思呢是要把自己的部队交给陶侃指挥。陶侃这时候呢再次表现出谦谦风度，答复说：“古人3败，君侯12，当今事急，不以熟耳。”过去古人曹沫呀，3战3败，最终却能够收复失地。君侯你这才2次而已，不必太在意。说陶侃率领众将啊，在石头城对岸安营扎寨，各营主将纷纷前来请命，希望尽快和叛军展开决战。但是陶侃表示，贼众方盛，难与争锋，当以岁月制计破之。苏峻的部队啊，大部分都是来自北方，有多年和截胡交战的经历，以长远来记忆，持久战、消耗战对我们更为有利。尽管官军在这之后尝试性的派出人马去攻打石头城，结果呢是全都无功而返。不久以后，有一员名叫李根的部将请求前往建康西北的白石筑垒固守。陶侃在一开始啊并没有同意，这个白石所在的位置啊已经超出能让大本营快速救援的范围，况且贴近建康修筑营垒必然会招来敌军攻打。在陶侃看来，去白石筑垒的风险啊太大了。但是李根呢并没有轻易放弃，而是进一步的说明自己的意图，说扎浦地下，又在水南，为白石峻极险固，可容数千人，贼来攻不便，灭贼之术也。说咱们现在所在的扎浦啊，地势较低，而且在秦淮河以南。白石与这里呢刚好相反，地高险固，易守难攻，派去几千人守在那里，实在是困敌灭贼的好办法呀。陶侃听后呢微微一笑，对李根说：“卿真乃良将，如若筑垒不成，可要为卿试问。”就这样，陶侃啊采纳了这条建议。李根得令以后呢，丝毫不敢耽搁，马上领了一伙人顺着江水来到白石，天黑以后开始施工，等到天亮的时候刚好筑垒完成。这座白石垒后来果然起到了关键作用。陶侃后来呢派庾亮带了2000人守在白石垒，苏峻亲自领了1万多人四面围攻，也没能拿下来。西军这边啊筑起了白石垒，东线那边的战事开始吃紧。王叔、于谭等人和苏峻的部将作战不利，派人来向陶侃、温峤求援。刚刚从建康逃出来不久的孔坦啊，这时候向陶侃建议说：“我们本来啊不用招西涧西大人来会合，导致现在东线没有屏障，不如派西大人啊回到京口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”陶侃呢听从了孔坦的建议，马上命西涧和后将军郭沫环据京口，同时呢筑起大业、曲阿、逞亭3垒，用以进一步分散苏军的兵力。眼看建康那边打得热闹，寿春的祖约也来了精神，派祖焕、桓甫掉过头去打盆口。这个地儿在哪儿呢？今天江西九江一带。祖约打盆口就是想要切断陶侃、温峤的后路。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呢，陶侃想要亲自领兵回击。大将毛宝呢这时候自告奋勇，说：“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您是盟主，不能轻动，这种事儿啊交给我就行了。”陶侃表示同意，这毛宝呢就领兵前去迎敌，结果出战失利。毛宝本人啊被刘剑贯穿大腿，人们用脚踩着那个马鞍，才把剑给拔出来。拔出了箭头啊，也顾不上伤势。毛宝呢再次领兵还击，这次终于是打跑了祖焕，又攻拔了合肥戍，把祖焕一路打回了寿春。出师不利，军粮告急，祖约这回啊可太难受了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很快呢又有他的部将和后赵同谋招来了石聪的大军。寿春眼看已经是立不住脚，祖约紧急撤到了原本苏峻的根据地溧阳。有大约一半的将士在这个时候选择弃祖约而去，劫持了他的寡嫂和姐姐。这些人去哪儿了呢？他们去北边，全都投降了后赵的石勒。
说祖约啊被迫撤到了溧阳，牵动了人在建康的苏峻。他倒不是顾念祖约，关键是这战事全线吃紧，僵持不下，让苏大将军是紧锁眉头，一筹莫展。心腹陆勇、匡树都劝说他抓紧把王导这些大臣啊都杀了，以免他们时不时的把城里的情报传递出去。苏峻呢，历来是敬重王导的为人和品行，并不想痛下杀手。然而到了这一年的9月份，陆勇转投到了官军一方，跟着王导一起跑到了白石垒，投奔了庾亮。苏峻这边呢是懊恼不已，陶侃、温峤那边呢也没好到哪儿去。双方的战事啊已经持续了3个月。陶侃有在荆州经营多年的积蓄，后勤保障基本不成问题。但是温峤那边可没有陶侃这么好的情况，已经是军粮不济。无奈之下呢，只能向陶侃借粮，这使得陶侃非常不满。他说：“你温太真之前说粮将兵食都不成问题，唯独需要老夫出面来当这个盟主。现在3个月过去了，屡战屡败，粮将在哪儿呢？我荆州那边啊，可是紧挨着胡、蜀2大贼寇，粮食本来就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。你这边如果仍然拿不出粮食，我可就要回荆州再做打算了。”温峤一听说陶侃想撤兵，赶紧回复说：“自古以来，行军打仗取胜全靠人和。过去刘秀、曹操在昆阳和官渡都以少胜多，现在苏峻、祖约不过是跳梁小丑，我们只需要再坚持一下就会取胜。现在这个形势啊，就好像骑在老虎身上，怎么能中途退场呢？您要是走了，这人心可就散了。如果因此导致失败，您可就成了国家的罪人了。”温峤说的呀是情真意切，那么后来的成语骑虎难下就是从打这儿来的。过了没2天啊，毛宝也赶来劝说陶侃，说眼下是势同水火，有进无退啊。过去杜涛牛不牛？不一样被您给剿灭了吗？现在这是苏峻啊，也是一个脑袋2只胳膊，凭什么就不能战胜呢？您可以给我一点兵马，让我上岸去试试啊，切断敌人的粮道。如果仍然没有效果，您再回荆州也不迟。陶侃呢点头表示同意，分给毛宝1队人马，让他自由发挥。结果毛宝去了没多长时间，果然成功烧掉苏峻2处粮仓，叛军由此也开始军粮不济。陶侃呢分出5万担粮食送给温峤，从这儿开始不再打算撤兵。2处粮仓啊接连被毛宝给烧了个精光。苏峻为了尽快打通京口方向的补给线，派出手下韩晃、张建2员得力干将去猛攻京口南边的大叶垒。这个大叶垒啊，水源被断，里边的守军是坚守不出，最后只能靠奋支维持生命。眼见大叶形势危急，西涧在京口召集众将商议对策。参军曹纳提出撤出京口，退守广陵的建议，被西涧一口否决，并当场责备曹纳，说：“吾受先帝固托之重，正负捐躯9泉，不足报塞。今强寇在近，众心威逼，君负心之左而生长异端，当何以率先义众，振义3军也？”说完，西涧就下令要将这曹纳推出斩首。众将是纷纷跪倒求情，许久，西涧才松口放了曹纳。总盟主陶侃那边啊，听闻大叶垒情况危急，准备派兵前往救援。长史殷宪建议说：“我军啊不惜不战，一旦大叶救不下来，则大势去矣。不如直接猛攻石头城，则大叶之围自解。”陶侃呢，最终听从了殷宪的计策。在咸和3年，公元328年的9月底，陶侃发动大军向石头城进攻，同时呢，命令温峤、庾亮、赵胤等人领步兵1万从白石垒攻城呼应。说2个方向同时向建康杀来，苏峻对南边的陶侃选择守势，
然后亲自点齐8000人马出城去迎战白石方向的官军。两军列阵完毕，苏峻派自己的儿子苏硕和手下将领匡孝各领旌旗数十，先行冲阵。这个时候，苏峻本人呢来到后方，一边观敌料阵，一边拿出酒肉去犒劳将士。当看到自己这边100来个骑兵很快就把对方1万来人的步兵冲杀的溃不成军的时候，苏峻啊心里高兴得很。这一高兴就多喝了几杯酒，就想要亲自上阵一展雄风。苏大帅是带着3分醉意7分清醒，说了句孝能破贼，我更不如耶。说匡孝都能打得这伙人满地找牙，我难道还不如他吗？说罢提刀上马，只带了个位数的骑兵，他就冲出了战阵。小风一吹，这酒劲儿就开始上涌。说这话啊，苏峻的这个状态很快就变成了7分醉意3分清醒。快马加鞭来到了敌军阵前，想要突阵，结果呢突阵不入。苏峻是赶忙调转马头，想要去一处高地重来一把，结果迎面正好撞见陶侃的部将彭氏和李谦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这俩人啊把长矛当作标枪对着苏峻使足力气就扔了过去。苏峻呢一个踉跄坠落马下，周围的官兵一拥而上，先是砍掉了脑袋，紧接着大卸8块。秋风瑟瑟，大江滔滔，苏峻苏大帅就这样被现场给料理了，连骨头都被人架起火来烧成了灰。那些叛军们呀，看到主帅苏峻已经被斩，马上就四散奔逃。官军们呢，因为一个偶然事件将敌军主帅挫骨扬灰，高兴之余呢，人们纷纷情不自禁欢呼万岁，声浪一阵高过一阵，响彻整个战场。苏峻死了以后啊，叛军们推举他的弟弟苏毅为主，在城里闭门不战，坚守不出。围攻大业的韩晃紧急撤回了石头城，其余的外围那些叛军大多选择了投降。苏峻的儿子苏硕啊，对自己老爹惨死悲痛欲绝，为了泄愤，他找到了庾亮父母的坟墓，刨坟掘墓，开棺焚尸。到了转1年的正月，台城的叛军守将匡树投降，陶侃呢领兵进入建康台城。但是石头的苏毅、苏硕、韩晃等人挟持着小皇帝仍然拼死抵抗。正月25，仨人进行了一次赌博性质的军事行动，从石头城冲出来去攻打台城。官军大将毛宝得报啊，登上城头，一连着射杀了数十人。叛将韩晃对毛宝隔空喊话，说军民勇果，何不出门？你出来呀！毛宝在城头回答说，军民健将，何不入门？你进来呀！韩晃听后啊，微微一笑，然后就退了兵。溧阳的祖约啊，在这个期间遭到官军的围攻，眼看大势已去，最后只能带着家眷一路向北投奔了石勒。到了2月的中旬，陶侃率领众军大破石头城，苏毅被当场擒获斩首，苏硕领着几百人渡淮而战，被温峤击斩。韩晃领人突围，在逃跑的时候呢，因为城门太窄，发生了严重踩踏事件，死者万余人。在乱战之中啊，有人抱着小皇帝司马衍来到了温峤的船上，群臣们听说了以后呢，纷纷来拜，顿首豪气请罪。这场纷纷扰扰的苏峻祖约之乱终于得以平息。叛军中的大将韩晃、张建最后跑到了一座山上，韩晃带着2囊箭，独自一人与官军相抗，箭不虚发，杀伤甚重，最后呢箭尽被斩。张建等人啊，紧接着下山投降，全部被砍了脑袋。可惜了这2员骁勇善战的悍将，没有死在和异族人对决的战场上，最后呢全都因为这场内乱而丧命。祖约在跑到后赵以后啊，本来想着自己哥哥祖逖当年和石勒惺惺相惜，
怎么着也得照顾一下他们这一家老小。哪成想最后连石勒的面都没见到，就被石勒下令抓捕到闹市问斩。临行前啊，这个祖约抱着他自己的小外孙嚎啕痛哭。可怜大英雄祖逖这一家老小，男的有100来口，不论老幼，悉数被杀；女的呢，全部被石勒赏赐给了下属。早先祖逖还活着的时候啊，身边有一个羯族的奴仆叫王安。祖逖对王安待之甚厚，考虑到他和石勒是同族，甚至主动提出让王安去投奔石勒。等到祖家满门问斩的时候，当时已经是后赵大将的王安啊，冒着生命危险，想方设法救下了祖逖庶出的儿子祖道仲。这个孩子呀，当年只有10岁。王安把他救出来以后呢，就藏在了一所寺庙当中，直到后来石室覆灭，这个祖道仲呢才逃出升天。大英雄祖逖呢，也总算是留下了一点血脉。说苏峻祖约之乱终于平定，朝廷呢开始论功行赏，封陶侃为侍中太尉、长沙郡公，加都督交广宁州诸军事，西涧为侍中、司空、南昌县公，温峤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、始安郡公。那个国舅爷庾亮啊，自知罪孽深重，自打晋成帝被解救出来以后，他是第一时间赶来拜见，一个劲儿的叩头请罪，呜咽不止。第二天呢，再次拟手戴罪，请求辞官告老。之后呢，又先后2次上书请罪，做足了一番姿态以后，朝廷任命庾亮为平西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出镇芜湖。温峤在平定苏峻之乱大概2个月以后，因为拔牙引发了中风，在回到武昌几天以后就去世了，年仅42岁。陶侃在这之后呢，又平定了郭沫之乱，征樊城、破新野、克襄阳，因功获封大将军，建旅上殿，入朝不趋，战败不明，都督8州诸军事，兼任荆江2州刺史。咸和9年患病之后，陶侃主动上表辞去一切官职，告老还乡。临走前呢，把所有的资财账帛一一封存，交付给副手，严加保管。不久以后，陶侃病逝，享年76岁。陶侃的一生啊，领兵41年，名义善断，实察先密，人不能欺。他的好朋友当时的尚书梅陶称赞他是机神明鉴似魏武，忠顺勤劳似孔明。在时局动荡、存亡难卜的东晋初年，陶侃力挽狂澜，平定苏峻之乱，稳定了江东政局，使得江南地区避免了更大规模的生灵涂炭。晋书当中啊，明里暗里说陶侃潜藏觊觎非分之想，然而以他晚年能够主动上交权力，不难看出他全无前任王敦威逼朝廷东夏夺权的野心。陶侃啊，应该是东晋初年足以和王导齐名的杰出人物，也是一位难得的纯臣。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的节目，这是漫聊五胡十六国的第9集，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。如果喜欢呢，请把它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们。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。